明永乐13年正月13，锦衣卫指挥使纪纲给朱棣呈上一份准备赦免的囚徒名单。朱棣从密密麻麻的名字里一眼瞥见一个人的名字，问道：“靖犹在耶？谢晋还活着吗？”仅凭文字记载，我们无法揣度朱棣说这几个字时的语气是轻声感慨，还是重语责问。但纪纲没有这个疑惑，他就在皇帝面前，对理解朱棣的语气乃至意图都毫无障碍。纪纲回到监狱里，用酒把谢晋灌醉，随后命人将他埋在积雪当中活埋致死。后世将谢晋与杨慎、徐渭合称明朝三大才子，这三人除了才气爆棚，命运也都颠沛流离，曲折离奇。谢晋18岁参加乡试，轻而易举拿下全省第一。第2年，谢晋一鼓作气，高中进士，是同榜中年龄最小的一个，不到20岁就青云直上，人生的路太顺当，年少疏狂，奠定了谢晋的生命底色。朱元璋一生杀伐无数，突然对提携年轻人颇有兴趣。某日把谢晋召来，鼓励道：“朕与尔一则君臣，恩由父子，当之无不言。”愣头青谢晋丝毫不把自己当外人，当天写好文章交上来，朱元璋很满意，夸他有才。这篇著名的大袍西风式，大到朝廷政策利弊，小到朱元璋应该读什么书，不该读什么书，洋洋洒洒都写到了。后世大多认为，一个官场实习生听了皇帝一句话，就当真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，是典型的官场幼稚病。不过也有学者认为，谢晋的建议很多都是朱元璋正在做或考虑做的事，很难想象这篇文章不是出于朱元璋本人的意图而成。事实可能是，朱元璋选择了一个初涉官场、不谙世故的青年官员，作为政策推动的一个切入口。被蒙在鼓里的谢晋得到朱元璋的鼓励，热情高涨。年轻的他开始幻想起自己走上人生巅峰的模样。不久，谢晋又呈上精雕细琢的太平实策，他把治国和官场都想得太简单了。这位大名鼎鼎的才子显然没有重温本朝政界往事。10多年前，一个叫叶伯驹的官员上了万言书，提及风帆太迟，朱元璋大怒，说他居心不良，故意离间皇家亲情，结果叶伯驹被逮捕下狱，活活饿死。谢晋在太平实策里也提到分封藩王的隐患，从历史上看，这是一个正确的预言，但从政治上看，这又是一个禁忌的话题。这次算他命大，朱元璋不满，但没表现出来。洪武13年，丞相胡惟庸案发，1.5万人受到连诛，受此牵连，韩国公李善长被迫自杀。更值得谢晋站出来为李善长写辩冤的奏书，文章恣意汪洋，精彩绝伦，不愧为大明第一才子。据说连怒火中烧的朱元璋都不自觉地重读一遍。上一个这么忤逆帝王，还被帝王赞赏文采的人，还是初唐时期的骆宾王，就是那个7岁写曲项向天歌的骆宾王。他的为徐敬业讨武曌檄受到了武则天的积极称赞，但是帝王无情，喜欢你不代表他不会弄死你。朱元璋对这个年轻人是留情了的，只是让谢晋滚回老家继续读书，就连开除也给谢晋留了份体面。谢晋后来反思自己不懂得屈膝，太狂太傲，导致在官场混不下去。但天才即便清楚自己的弱点，也没办法真的狠心折断自己的傲骨。朱元璋病逝后，谢晋再次回到仕途，但在建文帝朱允炆身边，谢晋并不受重用，几年来始终是一个品级最低的小官。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他身上还有太多的书生意气，导致他与整个官场的氛围格格不入。直到朱棣夺了侄子的地位，政治变革，谢晋才避免了被历史埋没的命运。靖难之变是明初政治最大的一轮洗牌，站队是帝国每个官员必须做出的抉择，而站队的结果往往关乎生死。最典型的是方孝孺，朱棣要方孝孺草拟登基诏，他要用这种方式向世人展示，大名鼎鼎的方孝孺已经归附于他，但方孝孺誓死不从，成了中国历史上唯一被诛10族的悲剧人物。谢晋则主动迎附新主，很多人常以方谢二人的抉择做对比，指责谢晋的人品不如方孝孺。然而我们更应注意到，一生孤傲清高的谢晋怎么突然变得圆滑了？这与他在建文帝身边长期遇冷有关。方孝孺本就是建文帝的近臣，君臣情谊深厚，死忠理所应当。谢晋却明显不甘心，建文帝从没把他当回事，他有什么资格为建文帝去死？谢晋就这样毫无负罪感地成为了朱棣朝廷中的一员。朱棣在历史上是出了名的嗜杀，在其大肆屠戮旧朝官员的时候，谢晋却一路升迁，走到了人生巅峰。
当时与谢晋一起归顺朱棣的官员地位大都在谢晋之上，却基本只官升一级，唯独谢晋一下子由从9品的翰林待诏超升为正6品侍读，连升8级。史书没有明确记载谢晋受宠的原因，史学家认为很可能因为是谢晋为朱棣草拟了登基诏，就是那个方孝孺宁死不从的登基诏。因为方孝孺的抵抗事迹，使得草拟登基诏成为一件不光彩的事，因此正史中没有明确提及是谁草拟了这份诏书。但这份奠定朱棣皇位正统性的重要文献，放眼整个朝廷，恐怕只有谢晋有能力执笔了。登基诏如此解释朱棣取代朱允炆的位置。朱棣援引祖训，起兵靖难清君侧，欲效仿周公辅成王的故事，哪知道攻到南京，建文君以自焚而死，无奈之下，迫于众议，推辞再三，只好勉强即位。朱棣对这个解释相当满意，此后整整5年，都把才气逼人的谢晋当成宝。谢晋阴差阳错地成为明朝第1个阁臣，朱棣最受信任的近臣。如果谢晋老老实实地藏起棱角，平平稳稳做个油腻官员，等着光荣退休，也是一种现实的活法。谢晋偏不，升当为太傅，死后是文正，这是古代读书人的2大终极梦想。一直以来，谢晋都是想做帝王师的。历来储位之争是最敏感的政治议题，哪怕是皇帝在亲近的大臣，都比之唯恐不及，纷纷以皇帝家事为由，避免牵涉其中。但立储又是王朝的头等大事，历史上有许多因立储导致权力内斗乃至颠覆的教训。作为一个有志读书人，他不希望看到朱棣重蹈覆辙，因此主动介入了立储之争。那句让朱棣下定决心立朱高炽为太子的好圣孙，就出自谢晋之口。恰恰在这件事上，谢晋再次暴露了文人才子的傻白甜。贸然介入皇储之争的谢晋因此得罪了朱高煦。朱高煦屡次在朱棣面前说谢晋的坏话，或许出于对儿子的愧疚，朱棣明知是朱高煦的构陷之词，还是逐渐疏远了谢晋。谢晋劝朱棣要注意约束朱高煦，朱棣怒喝，说谢晋是离间骨肉。最终在朱高煦的不懈努力下，朱棣将谢晋贬谪到了广西，又从广西被贬到了更远的交趾。谢晋的好日子自此到头，但厄运却仅仅开了头。永乐8年，谢晋入京奏事，朱棣恰好带兵北征，不在京师，谢晋就谒见了太子朱高炽，然后返回交趾。朱高煦得知此事，向朱棣报告说谢晋故意在皇帝外出的时候私自见了太子，言外之意，太子和谢晋或有不轨图谋。朱高煦这招够阴狠，像一箭双雕。谢晋因为这个莫须有的罪名，在次年被逮捕入狱，没有一个同僚敢站出来为谢晋说话。或许因为永乐朝杀伐氛围太重，吓坏了这些官员；或许是谢晋平日为人太耿直，得罪了许多官员。谢晋视李白为偶像，在为人、做事等方面，处处以李白自比。他不会为了落难时有人会去救他，就强迫自己变成另一个人。可惜谢晋所处的时代，对世人个性的扼杀，要比李白身处的唐代猛烈得多。李白在唐代很容易找到朋友拼酒，谢晋在明代却难觅知音。从永乐9年6月起，谢晋开始了长达3年半的狱中生活，直到永乐13年正月，他本来会成为这一批被赦免的囚犯，但不巧被朱棣看见了他的名字。锦衣卫指挥使心领神会，回到监狱里，用酒把谢晋灌醉，随后命人将他埋在积雪当中。当天城中大雪，埋葬了大明第1才子的一生。